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咱们继续 FC 平台的变形坦克，也就是超火星战记。今天是第3期，也就是最后一期，咱们来攻略第7区域和第8区域。强化的道具还有一个没有入手，就是大功率的攀墙器。其实这个攀墙器入手之后，整个游戏的手感就变了，你会感觉非常的别扭。幸好它是第7关过了之后才给的。第7关的难度一下子就上来了，因为敌人的防御率很高，需要打好几下才能干掉，并且攻击力也比较高。这里咱们利用一下暂停场景的障碍物重置。游戏的所有 bug 基本上我都演示过了，在上一期。还有一些特殊的帮助你可以通关的一些机制。现在咱们这个攀墙器呢是只能攀90度，那本关通关之后拿到的是一个360度的，可以贴到墙的上沿。但是呢这个攀墙就更难操作了，一会儿拿到之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难操作。第7章的路比较长吧，那第8章实际上需要从第3章来走，所以说一会儿打完这关呢，咱们需要从本关返回到第2章，然后再去第3章，然后再去第8章。这个路线啊，真是。当年玩这款游戏的时候，我记得我9岁啊，还是10岁左右吧，第一次玩。那由于语言障碍，再加上非常复杂的地图，各种的分支，几乎每一个山洞我都探索了，但是仍然没能够通关。这里咱们还可以自由的向前走，不用跳跃呢。一会儿拿到了那个攀墙机之后，你跳跃之前稍微离这个每一个台阶的边缘近的话，它直接就走下去了，甚至能绕这个东西走一圈，很别扭，操作起来真的非常的别扭。那很多自己能通关的小伙伴就表示啊，这个游戏拿到最后的加强道具大功率的攀墙器之后，整个游戏的难度上升了不是一星半点了。这个机制就让人很难理解，对吧？就是你多了一项能力，然后你的游戏难度竟然一下子上升了很多很多。啊，这个地方注意了 ，BOSS 所在地就在里边。啊，没跳上去，这个手感和第6关还有变化，因为第6关是个冰雪路面，有惯性，但这关就没有了，就是你车子本身的惯性问题了。爬上去啊，好，就是这里，进去。这里也可以利用受伤之后无敌穿越地形的 bug。这个 bug 之前给大家演示过，但是呢后面我就不用了，因为用的话你的枪的等级没法保证了，然后这个枪的等级呢到下一关是有用的，咱们需要刷一点能量，到时候需要用到比较强等级的枪，所以说这里我就小心一点打了。咱们的被攻击判定就在咱们脚下的阴影那个部位吧。好，有这种散弹的话，加一点跟踪效果，可以不在一个直线上清掉这种小兵。这个雷是炸不到它的。雷的话主要的用处就是打 BOSS， 而且雷攻击力高，射程近，
游戏当中没有加强它的道具，尤其是加强射程。不后退一下就被打了。好的，枪的等级满了。对，满了就是这样。因为上一期呢，咱们利用到了很多的 bug， 甚至是主动的挂掉，然后呢传送回每章的开头的部分，甚至用到了软重启，所以说枪的等级就被重置了。软重启的话，战车的强化道具保留，但是呢，副武器和人物的这个枪就没了。好，本关的 BOSS， 本关的 BOSS 还是这个大青蛙呀。上一期有小伴提醒我说大叔啊，这个青蛙也好打，它张嘴之后你再射。好的，它张嘴了，咱们暂停一下。这又是一个 bug 呀。但你要注意，暂停的时候你不能被打，你如果被打的话，你也会一直掉血，直到挂掉。好，拿到了本作最坑的一个道具，战车强化，给大家看一下效果。你稍微离这些东西近一点啊，离这个台阶的边缘近一点，它就自己就折下去了。这个其实特别坑啊，所以说从台阶之间跳跃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掌握好提前量了，并且由于这个变动啊，下一关很多地方变得非常的难，尤其是有尖刺的地方，这样咱们需要去刷一些燃料。他直接跑这儿来了啊！而且它这个方向操作起来也非常别扭。我从左边上吧，对，就是你攀墙的一刹那，你按的是左键或者右键，那接下来它移动，无论是向左、右、上下移动，你都需要按着这个方向键，这才是这个方向，手感怎么说呢？最反意识的地方，你明明觉得应该按右了，或者应该按上了，但是你要一直按住那个爬墙时候的方向键不松手啊！这里它直接就下来啊，我就赶紧跳。之所以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闪电吧，演示回去的这个，我的天，早点跳。演示回去的这个过程，就是因为这手感发生巨大变化，这已经是2个游戏了，我感觉，就手感变动就这么大。前7关是一个游戏，第7关拿到这个东西之后是另外一个游戏。不行，够不到，算了。哎，得。他又转了一圈，你看他自己转了一圈，我就没敢松方向的左键，我怕松了之后他直接掉到下面的岩浆里，不是岩浆，是胃酸还是什么，反正掉里边是一直都在掉血。这个东西也是一枪打不死，而且能速度很快，撞到就是掉血，前面的小怪撞到一般是半滴，这个撞到就1滴。这个地方也比较恶心，前面有一个落差比较高的，走起来很复杂。看血量倒不是很需要担心啊，咱们路上会遇到很多批啊，这还有一个闪光的批。我打出2个空，2个空就能爬上去了，1个空上不去啊。要考虑好怎么上去啊。这里还简单一点，就刚才有落差那种比较难。
又是这种怪，好在这张图比较近。快了，终于快了，终于快走出来了。咱们回来的时候感觉比去的时候时间要长，就是因为呢这个手感我需要非常的小心，到下一关就会变得怎么说呢，操作非常的别扭了。好，来到了第二区域，那咱们需要从第二区域去第三区域，从第三区域再去第8区域。我看很多小伙伴的留言表示，当年已经拿到这个能力，但是实在操作不好。而且呢，在第3区域没有找到去第8区域的路，根本就不知道第3区域能去第8区域，几乎把这个游戏的地图又重新翻了几遍，就是没有发现那个地方，结果呢导致没有通关。那这款游戏我看了一下，录这3期我一共用时超过1个小时。即使在我如果跳过了第4章整章啊，利用穿墙的 bug 能把第4章跳过去，那游戏的时长也在50分钟左右。这还是利用了很多 bug 啊，游戏的机制偷懒的情况之下，打了50分钟。当年对于8、9岁的小伙伴们来说，这个时长啊，这个复杂程度，通关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好，这里是3区，可能很多人已经忘了2区怎么去3区了。对，大家注意，现在啊，我按的方向实际上是左键，并且如果你想要把这个炮口抬起来的话，你需要按上。你就想一下吧，你推着左上，你的坦克在向右贴着天花板移动，这是一个怎样的手感？好，这儿呢，咱们就直接从天花板上走了。这里我按的是右，结果这个坦克一直在向左走。我按的是右上，它现在呢就是向右走，然后呢炮口又向下，简直让人抓狂啊！最恶心的其实还是它贴着这个怪物边缘的时候自己就下去了，或者自己就上去了。好，这里就是第8章的入口，咱们终于到了。这一章的画面风格其实有一点像魂斗罗初代的第8章，感觉是在敌人体内了。这里超个近路，但是需要付出2滴血的代价。你这个地方要小心啊！对，咱们从棚上走吧。从下面走的话，如果你跳的不利索，直接就走到尖刺里去了，跳不起来的。这里呢，我先向右边走，先向右边走是为了去刷能量。这关一定要去刷能量。刷能量的位置呢，就是这里。但是呢，有2个路线。这2个路线代表着你不同的游戏方式。好，进来之后向左可以刷，向右也可以刷。右边的路程比较长，但是相对安全。咱们上一关刷了这个武器，刷了枪的等级，所以稍微安全一点。向左呢，你需要从尖刺上趟过去啊，从尖刺上走，不断的掉血，比较莽一点，很危险。所以这里我还是建议从右边走。虽然用时稍长，但如果不追求绝对速通的话，还是从右边走比较好。咱们刷1次就行，1次是5格的能量，也够了。它是一个闪光的，一个普通的，也够了。好，进来了。进来之后，咱们这个枪已经没用了。刚刚外边那怪我其实应该干掉，一干掉呢，出去会撞到的。但是咱们枪已经没用了。无所谓了，就这个货，可以了，可以出去了。出去之后，咱们就直奔本游戏的最终 BOSS。本游戏的 BOSS 战是2场，都不难。这个游戏的 BOSS 如果说难的话，就是那个青蛙难一点。因为它的暂停时间太难抓了。
现在我按的方向是右，还有在向左移动。这里按的是上，它的炮口向下开。好了，现在呢，咱们往左走了。血量不用太担心，直到来到这个游戏，好，这里就需要飞过去。这里好，又用血来换时间，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整个游戏最难的了。用闪电劈了2个虫子，把这个导弹拿出来，虫子先消灭掉。大家看下边的图非常恶心啊，就那个尖刺的部分。你不能跳得早了，跳得早了呢撞墙，你就需要用到你的能量往过飘，能量还有限。跳得晚了呢，直接就走到尖刺的坑里面去，所以这个地方很难。再加上有非常恶心的虫子，这里就需要用能量配合着跟踪导弹。好在刚才那个位置除了刷能量还是你跟踪导弹。好，过来了，这样整个游戏最难的地方咱们就过来了。来到了一个长长的通道，前面还需要拐一个弯儿，掉血就无所谓了，距离最终 BOSS 越来越近了。这个通道看起来很肉感啊！把我的武器往出扔啊！把血吃满。这里它是自己走上去的啊，我就不跳了。跳的话怕撞到上面红色的那个怪。这样打是比较好的，注意高度。进来之后呢，直接向上走，就是最终 BOSS 战的地方。本关的室内场景其实非常的大呀。最终 BOSS 的第一形态，第一形态，如果你有彩虹枪的话呢，你可以站在原地一直开枪，这样打的时间会比较久，但是相对安全。那用手雷来打的话就莽一点，可能会受伤，但是会很快。这个安全性和快你只能追求一个。好，最终 BOSS 咱们卡一个位啊，对，就这个位置。哈哈，有糟糕的姿势啊。咱们在他胯下各种输出，这里需要输出大概半分钟左右，BOSS 终于就弹碎了一只，不是，就是挂了。好的，这样正式通关。哈哈，敌人的这个基地就毁了。看一下通关的画面，再次提醒大家，这款游戏是1988年出品的。这个通关画面在1988年来说也是非常的棒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 FC 平台的超获星战记，又名变形坦克，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整个游戏的流程可以说是找路占了大部分的时间和玩家的精力。道具系统其实也比较丰富。这款游戏的素质是非常棒的，但是可惜出于各种原因吧，当年很多小伙伴是没能够通关。那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